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啊，绝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是一场剧场版，也就是传说中的抢10以上。这场是一场抢15的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来自于河池和灰灰这两个好基友啊。这个为了方便这个大家伙确认他俩是什么关系，我片头曲呢放了一个那个as we can。Billy Heading 啊，这个啊，好的啊，这个 as we can 啊，就是没谁了。好的，这场比赛呢，来自于一场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开枪赛。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年度啊2016年度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啊，继之前的新影跟河池的一场，加上这一场啊，绝对是非常碉堡的比赛。不过这一场呢，咱们可以看到呢，抢的比较多，河池呢一上来选择了。这个用了一个3神器组合，来，大家伙跟我一起读3神器，哪3神器啊？馒头、9钟、门帘子啊。很多人说有蝴蝶，话说啊，这个4大神器啊，另外还有个神器没上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呢，河池呢是选择了这个组合，一上来呢，8神有点不太靠谱。那不过呢，自己的千鹤还算很争气，灰灰呢还是自己的万年不变的主力8朱鹤，排列方式呢也是8朱鹤的排序。所以说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就拼尽了全力，而河池呢虽然说8神失利，这一局千鹤一上来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无敌了啊，一下子就把对方大猪给秒了，利用一个底盘助词下扣 ，AB 闪身则正身位，他根本没有要偷下盘的节奏，就是我就是择你左右，而你大猪呢也不敢摇一些这个指定头，然后压剑起身的话呢，如果一旦不好的话啊，就变成一个必杀，所以说灰灰没有选择去抓，这样的话呢，第一局一上来啊，感觉到这个灰灰就有很大的劣势，可以看到对方的千鹤成长也非常快。好了，看看灰灰呢是追进对方角落，前跳跃攻击往后压。顶门一人回身一刚，千鹤打呢就是互相拼气儿，谁气儿多谁就任性，是吧？没气儿你就认命了，没招了啊！助词过来反顶一下，然后下盘起手再打助词。好了，这么拼的话不合，哎呦，河池。看看这个后能量闪身，他没有，他本身是想要闪身，并不是想要能量闪身。估计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那种情况，如果刚 CD 的话，绝对是可以把对方直接这个推倒，然后起身压制。这样的话，让灰灰获得了很多的气儿啊，这个就不太好了。看看腿绊读了投技，哎呀，这一下被拆。前前下盘起盘助词的哥，这是我此 ace， 再打要破，好的，果然是要破防的节奏，最终呢是直接摸死。这个千鹤它恐怖就恐怖在这儿，而我不清楚河池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个斜下的腿绊啊！这招呢，说句实话，漏洞还是蛮大的。你可以看到第一点打到了，第二点没打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这就跪了啊！这还怎么说呀？是吧？啊，0-1，这样的话河池是应该说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告负。现在换成了这个3大金刚组合，这3大金刚呢，其实就加上了一个蝴蝶啊。来看看龙二首发。其实呢，河池以前采访河池的时候，河池说灰灰怕龙二。话说回来啊，说是与其说怕，不如说呢这个不会打而已。而现在呢啊就不怕了，说难听点就是会打。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基本上龙二的这个出镜率呢也并不是那么高。来看看前一个抓过来，下盘起手回身一刚。好，来看看河池这一局拳脚判定上还是非常的克制这个8神，但是呢灰灰开始往前压，哎呦这一下。跳 CD 过来往前压，咱们看一下啊，一个跳 CD， 然后他再前跳跃攻击能量闪身，跳地的时候有一种明显的这个打对方站姿或者是抢空的一个套路，但是对方并没有动。而龙二这个人蹲姿呢是比较矮的啊，个子比人矮，愿意给人当二奶啊。这何老二不就是何老二奶啊，你懂的。一个转，然后呢能量闪过来，下盘起身转球。大猪这个人呢，其实打龙二，我觉得大猪并不怕龙二。所以说呢，龙二这个人面对那种选8猪什么什么之类的组合呢，龙二啊就是优势不是很。咱们看看这俩人，哎呦我天哪 ！As we can 啊 ，fuck you， 这样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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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发乐器啊！好的，你说这俩人玩的，我他妈劲儿了，我都啊！你俩能不能控制？不是，你说你告诉我这个到底是谁归？大伙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请问刚才那种情况下谁归？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对于归得有一个定义，到底是谁归？因为我没法理解这个事儿啊。0-1，好了，跳地过来，腿绊转球，
好了，轻手过来，前垫地回身一刚，再打助词。感觉好像灰灰现在就是灰灰的大猪现在啊，就特别喜欢去粘。哎，这个逼装的啊！哎呦我天，你去长点气儿啊！明白了，他并不是想他，但是我感觉他这个正常的话，应该去攒气儿啊，应该去摸几个轻攻击，多长点气儿啊，挺好的啊。既然不长气儿，我也是醉了啊，这不劲儿的吗啊？助词下扣完了这一局，哎呀，一点晕不晕无所谓了啊。一脚后点判定，你看啊，他这是一个3点重攻击，然后虚晃一下像这种助词，然后飞身，这是一个轻的一个飞身，原地起跳的一瞬间，他没有那么快的出这个跳重腿，而这个千鹤呢有点懵逼，想要反抗啊，顶门一针，哎呀，这个是一个真神，这种情况下不如出一个轻手顶门啊，脚顶门 ，A B 闪过来重手，这是要晕呐，哥哥，哎呦我去这逼！哎，我这，服了，这逼都装圆了啊，太嘚儿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小狼呢就要去参加这个拍摄啊，参与这个拍摄，来自于咱们淘梦网的一个机甲核心，那么也是第一部进入军区拍摄啊，包括有这个好莱坞特效以及咱们的这个科幻未来的一个网络电影题材啊，也是非常的帅气啊。小狼要参与这个10来天的这个拍摄和制作，希望大家伙呢也可以去支持，第一时间小狼也会在这个一些微博上或者说一些朋友圈里面更新，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伙呢在这个影片上映的时候能够帮忙去这个支持一下啊，应该是在这个拍摄完之后呢剪接好了就可以。那么小狼呢也会在片场呢把一些好玩有趣的事儿呢这个奉献给大家啊。这个片场呢是在日本东京啊，然后我参加的片商叫 Tokyo Hot 的，好的，开玩笑啊。好了，那看一下这一局呢，是一个1-1的比分，一上来啊，赫劳2的8神就明显就是没有刚才那个劲儿了啊，这个不是赫劳2的龙2就没有那个劲儿了啊，让对方8神打逼了啊。来看这边前一个抓，这又是要晕的姐姐，来看看1点晕，1点好的漂亮，直接怼晕啊，啥也不用说，就是一顿怼呀。这灰灰，我跟你讲，灰灰这个人吧啊，就是我对他太了解了。他虽然说现在不敢稳说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咱们中国第一，因为有老 K 嘛啊，他俩现在也是较劲儿啊，这个谁也不敢说谁是第一。但是呢，灰灰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这个义愤填膺，这逼明显就是啥呢？就你要是跟我装逼，我就这个啊，我就这种感觉啊，就 as we can 啊 ，fuck you。掏裆手直接打，你瞅瞅，哎呦我天，这一局杀棱的啊，这一局2分来钟就结束了，真是太快了啊！明显就是刚才由于赫劳2过于装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1比2，看看灰灰呢没有让感觉河池这个主力变换的啊，真是先是3神器组合。然后呢，再是龙鹤8组合，现在又是8鹤门组合。这逼又想学这个新颖小孩，学那个传说中的那个叫啥？叫百变小王子是吗？啊，百变二军，二郎真君啊。好了，落地一掏，这一局河池发挥的非常不错啊。8神劈8神的话，你会发现河池这个人呢，他就是牛逼在哪啊？这逼我算研究透了啊，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反应速度特别快。我认为啊，在所有打97啊，只能说是97里这个玩家里面呢，他的反应速度最快的，包括什么老 K 灰，我觉得他反应速度就是快，但是这逼心理素质是太次了啊！那心理素质明显就是一个碗掉地，他妈的了，问他到底是不是谁砸的啊？司马光都砸缸那种感觉啊！好了，看看轻手跳 CD 过来，抓过来之后呢，重手一个小女孩。这一局对这个明显是灰想要1v3，他这也想要1v3，有晕点啊。好了，不扯了，葵花1点之后呢，直接接8智女，但好像没有死，原地起跳掏裆手。这俩人互相较劲，你发现没有啊？就你怼我一下，我怼你一下，就是你1v我3，我也点1v你3。就是这种劲儿呢啊，这就不像第一局。你看第一局的时候，这个比较龟啊，这个你再往后打的还稍微奔放一点。打大葵花没有后续，前跳 C 下轻手，原地起跳蹬，这个非常安全啊。8神蹬，哇，下重手，先手出判定，这个波是不费血的啊，这波是不费血的。所以说呢，这个灰呢是很占优势，打的太制霸了啊，就有点像霸住对方的这个节奏感。好的，顶门一针真身被升龙一克，
这招呢确实啊，这个比较靠谱。比如说对方把你打倒起身出顶门一针，你确实出顶门一针可以选择赌一个大升龙。如果对方是真身的话，那么大升龙呢就会占据优势；如果是假身的话呢，那么如果对方快速前冲下重手也是非常吃亏。哎呀，灰灰的布阵。拆头过来，下盘起手，助词飞身一点，下重手助词，远距离再发助词，这2点助词发的位置非常好。河池就是乱动的话，肯定是被打 counter 的。不过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个后闪身，然后呢赌对方打一个分身或者不过来的话呢，2个人这样的话就没有危险了啊。1比2之后呢，灰灰是一个翻盘局面，助词1点过来，原地跳 C， 远距离再往前蹭，切防1点，下盘起手再被刚，前朝天。大门啊，这个拳脚啊确实并不弱啊，就是缺点就是这没有气儿。哎，这啥玩意儿？这是赫劳2这个捡破烂明显是有点像懵的感觉啊。他应该是特意练的，他不是练错了，因为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练错的情况。你看他想出招的一瞬间轻手，然后想要确认打一下，结果呢对方并没有出这个底盘助词的判定，最终呢是前下重手一个摸，1比3的比分。发。好了，空防，看看对拼8神啊，2个人是最热血的。而这个灰灰，你可以看啊，他好像在打8神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人，灰灰当时是获得了这个，应该是在15年啊，是获得了咱们这个8神单挑王的这么一个称号啊。虽然说啊，这个1v1这个东西没法说，但是呢，灰灰确实夺冠了。所以说呢，这个8神单挑来讲呢，灰灰应该是啊，这个最起码是顶尖的一波人。而这个何老2呢，你会发现啊，他这个8神呢，有时候发挥极其不稳定，但他有一些非常好的创意，加上自己手法好。看看有1点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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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晕没了。回身一杠，跳过来，空防落地，重手葵花3式。又是一个1v3局面，感觉好像没法说啊。灰灰这个人就是灰灰，你看他为什么说是宇宙第一千鹤？他的千鹤呢，很多人都知道啊，就布阵不是很稳，但是呢，他其他的地方实在是太厉害了，经常出现翻盘那种感觉。这次是落地打对方头上符，重手确认出必杀，然后呢，看看前冲跳过来一抢，一个小3连啊，小4连。打对方空防的节奏，抓过来1点跳臂腿把。好了，跳轻手一个小小的这个确认，打了一个蓝之山。这一套连招呢是给8神这个打得挺惨啊。虽然说呢是没有1v3的局面，但你可以看到他头上符直接确认扣角落。很多人说为什么出这招不出地雷阵？因为呢他想把这个灰灰扔进角落里面。大门呢把人堵进角落之后啊，什么跳重腿呀、跳 CD 呀，或者下轻手啊，这种招啊太厉害了啊。所以说呢，如果把人堵进角落里面，这是大门最想要的。包括啊，像大猪啊，这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打角落，东丈、千鹤、AB 闪身、蓝之山，虽然说没抓住啊，但是效果还是不错。但是起身跳起来的一瞬间，被原地起身转球的灰灰打了一个照面，这样他比分是1比4。看起来呢，灰灰呢并没有像河池想象的啊那么简单啊。以前河池总说啊，说这个灰灰的大猪，这个属于在 S 级别当中是属于偏笨的。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啊，灰灰的这个大猪呢，确实是不像以前了，非常的灵活啊，只能说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啊。跳过来，前重手前手一个左右去择对方乱动。河池就是有点什么的，有点胆怯啊。他玩的时候呢，他占据优势了之后呢，还容易被人翻盘，他是心理素质。他如果要是说打进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他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呢，他就有什么样的玩法。他面对灰灰的时候呢，他就宁可啊选择保守，也不愿意冒险。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河池有的时候比包王还鬼，没办法，他碰见打不过的人，他没办法啊。好了，抓过来，滚过来，重手接空3式，这一次一下子让灰灰找到了软肋点 ，CD 发一个波，然后站重腿压这个波后不可防御，一个叫不可防御波，一个叫波后不可防御，这个不要混淆啊。波后不可防御呢，就像类似于刚才那个站重腿，在起身的一瞬间打了一个站重腿之后呢，他左右起身则这个防御状态不对，就是有点类似于像什么，有的时候是没有防御状态，比如说像那个包子这个把人打倒压起身的一瞬间，这个爆气也有这种效果啊。但是呢，它这个原理呢是不一样的。好了，升龙1点，跳地一下，好了，再往前拉。感觉这个跳波一旦跳好了啊，那是千鹤这个人就是跳波跳好了，这是太厉害了。
你包括像打什么八神呐、像打什么包子啊，千鹤打包子确实不好打，但是你让我跳波成功，那等待你就将是一个字儿死啊！其内下重手，然后被刚 CD 打回来。灰灰这一局气儿方面上呢还没有乱用，你会发现灰灰有的时候不怎么爆气啊，就是他千鹤愿意爆气，其他的人呢不怎么愿意爆气。尤其是像什么大猪啊，八神不爆气可以理解，但是大猪的话，有的时候该爆气可以爆一下。漂亮，这一次是虚晃对方出刚 CD。灰灰是一个非常喜欢刚 CD 的人，就愿意把人打倒。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你并不一定说刚 CD 就是一种这个龟的表现，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这个愿意打进攻的表现啊。主要呢就是把人打倒之后呢，有利于自己起身的压制或者是责。下手助词下后。灰灰呢，只要有这个千鹤在场啊，总觉得啊，这个心里面还是比较靠谱。而且这一局呢，河池呢大门在场，应该是有气儿。如果是没有这颗气儿的话，我觉得河池应该是没法打。这个灰灰打老 K 的时候啊，面对老 K 没有气儿打呢也一样。好的，头上扶一个阵，原地跳臂确认，往前拉，下臂漂亮。一个下臂打这个软连天地反，然后bug阵起身左右折，这就死了。一个爆气，这种情况下这个bug阵也行，爆气也行，但是最稳的还是爆气啊！我感觉是没有比爆气再稳的招了，你只能是死，反正也是最后一个人，无所谓。比分来到2比4，这一局灰灰应该说没有把这个压好吧啊！他这个有的时候大门有一颗气，他特别恶心在哪儿呢？一个刚 CD。然后堵角落或者压起身，就很可能会创造一个，对吧？一个机会。咱不说能量闪身蓝之山的事儿了啊，尤其是打千鹤这样的人。看看2比4之后，这边呢河池也是应该算是结束对方的3连胜啊。跳地过来重攻击一拉，小葵花2点，第3式往前一灌，跳地一下空中一抢，重手一摸，原地跳重腿往后拉，回身再刚。原地起跳落地，结果再被掏1点，直接出升龙啊！这一下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河池挺会晃的。你看他的下轻腿就是晃你，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也有一种战术叫这个波声战术，发一个波，然后呢对方防住，我再发一个波，或者说是打一个战轻腿，打一个战轻腿跟发波的这个感觉差不多。哎，但是呢没有波，你要一跳，我确认你跳过来，我出升龙，有这种玩法，就跟刚才的下轻腿去晃一样。好了，这是。下轻腿下轻手想要接必杀，但是下轻手的节奏不是很对。看看赫劳2这局明显是很占优势的情况下，能不能利用残血的八神？不能啊，哈哈，不能。行了啊，当我没说过啊。来看现在的是一个千鹤的一个怎么说呢啊？一个千鹤的2发，面对血量还是很多的大猪，顶过来跳地。一顿摔啊，再前跳过来，好恶心的啊！回身一摔，前跳，哇，大哥指令头没完了啊！这他妈指令头真是劲儿的啊！太嘚了，一个指令头创造的民族啊，也是没谁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一局还是灰灰占优势。大猪呢，有的时候玩起来啊，他就是靠那么一点一点去测你，好恶心的是。后影跳落地跟反，好的一个阵，前朝天脚，还不如出朝天呢啊！战臂，其实很多人说大门打大猪到底好不好打？这么跟你说吧啊，大门打大猪不好打，非常的不好打。括弧那是不好进攻，但你要是慢慢防守或者慢慢去左右去牵制，那是可以的。毕竟啊，这个游戏是有60秒时间，看你怎么利用这60秒钟的时间了啊！你要想死10秒钟就可以死，甚至不用10秒。但是你想要墨迹赢，有60秒时间让你去择啊！前扣过来再 bug 阵，哎呀，河池的节奏啊！河池的 bug 阵呢，一直被誉为不是很稳的 bug 阵，所以说怎么扯呢？跳地过来左右，你看看这一下前腿瓣助词，何老2比4的比分啊，这一局好漂亮，一个横跳地，这个跳地呢是一个小跳啊，他知道对方要往前冲，左右，出助词也是死，确实是很有胆量。但如果要是这个灰后闪身，然后再马上打对方落地的这个助词，这个跳重腿，然后打助词，这样的话大门肯定会吃亏。
最起码被磨一下，然后呢马上再进行压制。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些胆量的啊，也是靠一些靠这个感觉。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呢，与其说懵，不如说是这个放开了一些顾忌，反而让对方有点懵啊。来看看现在5点，3比4之后呢，河池连胜2局，然后比分接近。灰灰呢，80呢也并不是很占优势啊。原地起跳 CD 卡空回身反刚1点，30秒钟，两个人打的河池很占优势。好的，抓过来之后。一下推回来，前跳 CD 在前跳落地一个抓，这样的话河池就要吃亏了。起身看看怎么压，前跳 C 下臂站 A， 前跳再往前压，河池一个劲儿在防守，后能量闪身。然而这个出升龙并没有什么用，跳重腿呢打中了升龙的高点。你看啊，他为什么说这个升龙很吃亏呢？人家是后跳的，后跳的话你从底儿薅不着。对吧？薅油根从顶上薅不着，还有前跳或者原地起跳就牛逼。所以说在升起来的一瞬间呢，这个判定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跳重腿呢也是占据了比较优势，两个人相杀。而这一局呢可以看到河池的千鹤也算可以吧，跳波啊，河池就是跳波跳得很好，非常会跳波的啊。回半过来，站 A 1点，跳 CD 卡空，原地起跳，直接一个扑啊，小伙子啊，升龙一下。回身一刚，哎呦我一顿往前拍啊！这大猪就是打到人身上，我觉得就是别说打中了啊，我觉得防着都疼啊！直接大肚皮，刚 CD 啊，确实狠啊！来看看3比4之后这一局，灰灰呢还是占据优势，刚才其实也占据优势啊，但是河池呢大门啊也算是横刀立木的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看看这一局头上扶顶，能量闪扣过来，前可以出个跳地，浪费人一颗气儿也算可以。但大门这种情况下长气儿比较慢，还不如与其靠这个防守，我觉得有时候适当啊打一下进攻。常用的招式呢就是什么这个跳下轻腿啊、站轻腿啊、站重腿啊、头上扶啊这种类型招式。但是这个下轻手出云头明显就有点扯了。前跳 CD 卡空，头上扶再扣一个暴气再站，这是一个常规型 bug 阵。头上扶再抓没抓到，原地起跳头上扶再刚。刚才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这个确认出反摇臂，这一下完了，这一下完了。这么跟你说吧，灰灰铁定啊，灰灰铁定是有一个千鹤在后面，我觉得像这点血的大门应该是没招的，何况还没有气儿啊，何况还没有气儿。看看3比5的比分，然后两个人分差又是拉开了3分，啊不是2分。这样的话呢，看看河池的主力呢还是选择巴赫门。其他这个巴赫门呢，现在就是面对巴朱赫，或者说是巴赫马，巴赫马，或者说是巴朱门都可以用。但是相反啊，我觉得他有时候打不了的时候，偶尔上一下龙2还是可以的。但他这个龙2吧，现在我感觉他就是自我放弃。他如果不自我放弃龙2的话，我觉得龙2他应该能打成这个国内目前来讲第一龙2啊。好了，看看直接敲晕，下棋手抓过来，重手出葵花30。这一下，这连续好几局啊，我都看着啊，我觉得灰灰的八神要么就是1v3，要么有的时候打不过河池，你会看有点这样的感觉，看不看见啊？来看这样大猪，前跳地，回身一个抓。扣过来之后呢，看看 AB 闪身，站臂后跳地再顶，远距离再找了一个机会跳 CD 卡空，然后再跳来跳去，前跳地再次一抓啊！这一下真是怎么说呢啊？这怎么说？大猪这个人就是空中太直霸，河池都不敢跟他拼空中，发波呢还被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看看千鹤这一局，回半回身一转，好了，这个站 CD 呢有点像这个懵的感觉啊。扣过来之后看看怎么办 ，AB 闪身再前跳地，指令头制霸了啊，已经完全的锁定了对方。AB 闪身再前跳地往前压，跳 C 回身再刚。哦，下蹲手助好了，一顿虚晃。哎，你这个虚晃按理说已经成功了啊，他没有理由出助词的，他一个下轻手晃对方闪身，然后马上一个下重手助词，那多好。结果呢，这个晃别人把自己给晃了，那真是太嘚儿了啊！下臂过来，回身一刚，好的，虚晃跳地，
有的时候呢，其实跳抓呢啊，也可能会成功吧啊，但是有时候就不敢去抓了。前跳地腿把，这是一个连招，这类似于像一个连招的节奏啊。扣过来看啊，这确实是感觉大门这个人拳脚非常正，要跟他生抢这个判定的话，大门是不吃亏的啊。连续的往前顶，助词再往前压，好的漂亮！这一次一个前的这个蓝之山啊，也是抓了一个千鹤一个正着，看看前下盘腿把，左右下轻腿，下轻手。摸完之后太正了，千鹤没法去翻盘，站壁前跳过来被摸，再打助词，千鹤终于是有一个反身的局面。爆气之后，看看能不能抓住一个好的机会，腿把助词，下盘起手，好的漂亮。这个跳轻腿是一个延迟性判定，千正好是克这个千鹤的下重手啊，正好克着了，比分来到4比5，河池啊也是拼了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现在啊，就是8神一旦打好了。怎么打都行，8神一旦输了，河池就有点6神得了6神无主症啊。Six God， 这样 six God 啊 ，No King， 原地起跳。你看他们打的这个点啊，为什么说你看别人打的时候呢？咱们打的时候，我打他的时候，我怎么被升龙被抓？他们跳的位和跳起来出的判定点啊都不一样，都是属于那种贼安全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打这个僵直的这种感觉。你要不你刚 CD， 要不能量闪，别的没什么招，想升龙你都摇不起来。跳地过来，正手葵花1点，回身再刚大成龙，这边这个大葵花，原地起跳地，再往前压1点。灰灰已经好几局没赢了，这个8神啊，前跳 C 过来一个波破防，这个抓有点太假了吧，有点像吸尘器似的抓啊。这样的话呢，是以一个残血获得了优势。前面咱们说过啊，灰灰的8神一旦获胜之后啊，这个河池有点6神无主了。看看这局怎么样，下臂下 A 下臂，直接助词。刚才那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没办法接必杀啊，距离比较远。所以说，看看这种情况是怎么个事儿啊？大猪单拎了一把这个大绿锤啊，打爆他的蛋蛋。前跳地轻手，哎呦漂亮！这个不能说漂亮，我觉得这个灰灰他没有想到啊，他这个下重腿明显是被自己下重腿给坑到了。咱们看一下门楼显示啊，下重腿离得近没有攻击判定，这一点是特别不好的。所以说有时候离得近啊，对，在离得近的一瞬间，一定要确认对方离得自己稍微远一点，你这么打，就贴身的话你是最嘚儿的啊，贴身的话下重腿完全就是挥空，完全挥空啊。助词下靠，回身一刚，助词回重要这个打晕呢，刚才啊，回身再刚，踢一脚，灰这局要被追平吗？飞身1点，前跳 C 卡空下手助词往前压，下手再跟助词，哎呀，这一下扯了，比分来到5比5，两个人打成了平手啊。从4比4到5比5，两个人也是互相变换了一些角色，看起来这个河池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来看看5比5。一个中间力量啊，事实上呢啊，应该是抢10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呢分出胜负，但是抢15的话呢，就是在7那个位置上啊，7、8那个位置上分出胜负。可是啊，这场比赛啊，真的是峰回路转，从头到尾啊，你都不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来看看现在呢是一个往前压的一个局面。后来2呢，正常来讲啊，你看他这个8神啊，有手前倾手晕了。这一下是必晕的招，不是我就随便夸你一下，你这哎呀劲儿，这个掏裆手没掏着，一个大影跳百合折，然后正手前倾，鬼步过来重手前倾手接葵花，你看百合折重手抓过来2点重接，鬼步过来重手前倾手接，那就必晕的啊。这个灰也挺狠啊，下手比较狠。这招呢确实是可以连上，但是不是100%，严格来讲是100%。但是呢，就是你节奏不好的话啊，不好掌握，拼一下的话绝对是没问题。AB 闪身一个抓，这是欺负这个千鹤这个人啊，不行，跳过来一个好的，
那这明显又是欺负了啊！灌过来，前前百合小跳，被刚一点，对吧？之后发波，回身再一丝血，这随便玩了。第3式没招了啊！下重手也是白扯。不过这个时候呢，出一个升龙，也许可能大概啊，但是这种情况下没法摇，你知道吗？你也不敢摇啊。来看大门，这是一个1v3的局面，八神的血量还剩下很多很多啊。来看看腿瓣一点，空防一下，哎，这是要被横抓了。这个跳地呢没有形成威胁啊，再前跳落地一个抓，没有晕点，但是呢有不可防御波。这一下子八神这奔着1v3使劲儿啊，这不用想了啊，站重腿，后跳 A 延迟，好的，再次的一个后跳 A。你可以看到啊，本身大门这个跳地的时候呢，可能是在空中已经摇了指令头压剑，但是呢没有形成连招判定。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自己往后拉，这个想要防守的一瞬间呢，是让这个对方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而赫拉2完全就是慌了。这个人呢，一旦他所设想的东西一旦失败，一旦他就设想的东西完全崩塌了之后啊，他就基本上就属于懵逼的节奏啊。看看5比6的比分，前跳 C 漂亮，这又是一个梦幻开局。赫拉2这个对方有个晕点。但是呢，被升龙打回去，左右一个抓，晕点没有，但是优势依然存在。看看何时怎么去进行组织，空中抢过来，就是这个钻裆，他如果刚才一直往前跑的话，也许可能会钻过去啊。前掏过来再刚，灰灰虽然说在防守，但是还是一样啊，防的不是很好。影跳过来，你看他现在是防一点，然后一个反刚。再前跳，这个掏裆手啊，原本是要打掏裆手的，但是呢节奏不对，练得有点早。对方呢落地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远 C， 比如说远 C 的防空效果啊，绝对是非常就是没有防空效果，根本就是。葵花1点2点，先手再出，这要反三，这是要给灰灰一个反三的节奏啊。看得出来啊，给他一个就是，所以为什么不说河池1v3，说他反三呢啊？就是因为河池有时候心理素质非常不好啊。看看这次能不能把握住。如果说5比5，然后5比6，再来6比6的话，两个人咬着走，那就特别厉害了啊，那真是特别厉害了。好了，前跳过来，下 B 下 A， 直接一个必杀，扣过来之后呢，看看怎么个情况，站 B 一个不可防御波，哎。真打出来了啊！这个不可防御波，严格来讲是，怎么说呢？严格来讲呢，就是节奏一定要稳。它是一个必杀，这个扣过来之后呢，是站 B 一个波。为什么说在角落里呢比较成功啊？容易成功，就是因为这个波的距离刚刚好，而且呢，本身压制起身呢也是比较靠谱。但如果说对方不是这样的话呢，就非常嘚儿了啊！就是如果说不在角落里的话呢，站 B 再发波，你在前，就是这个给你这个机会也不好使啊。连续的前跳，看看跳地1点，重手往前拉，空中再抢。因为这个第2点葵花呢，应该是距离掌握的不够好，前一个升龙，后跳被一掏 ，AB 闪身，这个跳 A 明显有点扯了，站 A 跳地，前跳 C 过来再发。漂亮，2次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2次性跑抓啊，在这个应该说在老 K 身上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招式，但是现在被抓回来，灰灰呢并没有这个下手轻啊，选择一个非常狠的下手，往前蹭一步波，下轻手打乱动，直接一个小克拉3式。河池这一局应该是吃了个哑巴亏吧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他打进攻的时候呢，这个灰灰的防守太好了。你看这他的空防的时候，这个河池什么重手前一手发波或者发小挥发2点就发不出来，而这个就被对方抓，而这个灰灰打的时候，他就只能在空中防着啊。所以说还是这个距离掌控的不够好，掌握距离不够好啊。应该说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叫“物炫己长，物朝对吧？物朝人短啊，就那种感觉。”后拉，看看这个河池这一局千鹤啊，有点这个想打这个防守反击，因为对方有气儿的话呢，河池心情也是挺难受的啊，被刚来刚去的，他自己心情也不好，所以说选能量闪身还是有点吃亏。能量闪身之后呢，被指令头抓住1点 ，AB 闪身前下 B， 这是要打3连了。跳地呢可以打一个站轻腿再跟抓，但是灰灰呢没有那么贪 ，AB 闪身一个转球背向，原地起跳地卡空落地，这是可以出指令头的，但是灰灰并没有出，下重手过来后拉，再往前拉助词，浑身一刚一丝血，转2点之后跳过来腿瓣转球，
直接摸死，这个还是有点扯啊。毕竟呢，这个大猪啊，还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比较肉的，就是说不说防守或进攻，我摸你一下打你一下的啊，就不是没有像你们连招那么疼。但是呢，我轻轻摸你一下，这你就受不了，你知道吧？啊，头上符一个站，前2，好的，后影跳落地出地，然后跟反了一个地雷阵。灰灰的其实如果要出扑地的话，他这个摇扑地的这个就没有像东北玩家好。东北就是破 bug 阵啊，就绝对是有破 bug 阵的潜力，尤其是在拳皇驻庆好点的地图上啊。看看千鹤，助词远距离前跳 CD， 这是要打晕，好的晕了，这个直接下扣也可以。打晕之后直接一个必杀，这个也是挺狗的啊！这一点打得非常关键。然后跳 CD 重攻击打康，然后呢面对对方前冲，这种时候呢大门为什么会前冲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气儿啊，他也没办法，所以这一下就被揪住了啊！好了，看看。跳过来，好漂亮！这个，灰灰已经在好几局以上，这个8神都是没有在开局占据优势，所以看看这局怎么办。好了，看看跳过来，好像2个人现在开始计较这个进攻和这个防空这个效果，但这一次何时切入的确实不错啊！你看啊，他在这个打战重手的时候，你看2个人你掏我一下，然后我反掏你一下，都是相杀。而这一次又想要想要出掏的这个感觉，但是没出掏，出的是发波。这种情况下呢，灰灰就考虑了，我还是要择一下掏裆手多好。这一下发波反而被对方打出了一个晕点的这个效果，因为前面2点都是相杀，所以说灰灰还是有点过于这个太拼了啊。背身一刚，前跳地，下地站地，空中一抢。这种情况下，其实大猪落地抢指定头的话，不一定8神合适，所以说他选择先手打一个站地。原地起跳再抓过来，直接重手8智女。这个位置，我个人觉得，其实重手接葵花的话，应该也可以。咱们看一下刚才的血量，原地起跳掏裆手，原地起跳落地一个抓，重手葵花3式应该死不了，确实是死不了啊。所以说选择重手接一个必杀还是可以理解的。来看6比7之后，这一局是一个1v3局面，2个人的8神。其实还都是可以啊！你要这个河池有1v3，灰灰有1v3，然后呢都能打成这种效果、这种局面，但是也有这个让人翻盘的局面。咱们看这一次，灰灰就是一个翻盘的情况，一顿摸正攻击，起身再前跳落。这个，请问这个站 CD 是，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小伙，大伙看一下啊！打倒之后，最后的一个影子推倒，前跳过来，这个站 CD， 河池明显是被晃懵了啊！这一下明显是晃懵了，助词1点，朝点脚之后再跟大门的前脚 AB 闪闪，哎呀，这是一个重手的助词，这一下子河池不好打了，没有气儿再身，助词下扣，这个前倾手明显确实也是为了打助词。他这个前倾手啊，咱们看一下慢手显示啊，前倾手如果打中影子的话，咱们看看前倾手。他如果打中影子的话，然后一个正摇 C 抓过来，他这个虽然说有点堵，但是呢，我告诉你，他确实啊，这个他这么练招呢，我说句实话啊，不是说练错了或者说慌了，他确实是想要确认对方打一个影子，但是应该说啊，天命啊，就是没招了。6比8，现在灰灰连胜2局，把比分呢拉开到了2分的分差。前跳 C 抓过来，这一局灰灰的8神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下 B 下 A。这个晕点要消失，所以说这么打的话没有晕点。跳 A 被升龙，前跳再升龙，何时？升龙大法，落地一掏，晃来晃去，前跳 C 再跳地拉过来，重手一摸，葵花3式顶一下，前跳再次的一个掏，好的，各种不控制，这打懵了。AB 闪身，头技一拆，升龙1点。何老二这个8神真能靠啊！一个将近满管血的灰灰的8神就被他那么靠死了。AB 闪身头技拆，升龙发1点后拉，然后呢大葵花，这个大葵花啊，真是有点切中对方软肋的感觉。跳来跳去，看看蹲起一个波，再发，好的，这个残血8神啊，你看河池也是掌握这个残血8神的优势，再次的前跳。你看现在啊，就是经常在打千鹤8神呢大门的时候呢，这个后跳 C 后跳 D。
这些招式啊特别猛，也特别恶心啊。好了，跳臂过来，直接被大猪一顿抓。看看前，跳臂挥空，空中一抢。哎，这个战 CD 下手助词，再次的前跳找了一个机会，往前压一点，前跳过来虚晃。哎，这明显是蹲厕所的节奏啊！两个人都不敢轻易的出招，这个在拳击这个赛场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咱们看看，仙鹤明显是有点猜错了。这个河池骗灰灰 CD 的时候啊，应该说骗的比较多，成功也比较多。但是不外乎啊，就是对方到底刚不刚，那不刚就是失败了呗。像刚才这种情况，一个失败，而这个血量刚刚好被一个下正手接这个正手的必杀。所以说这个大猪呢，虽然说没有一个什么好招可以把对方秒掉，但是呢，用这种就是下重手，用这种正手的这个打伤害，可以理解，那绝对是值得的啊。好了，这是扯啥呀？这样的话要后拉跟反一个阵，安全阵啊，确实靠谱啊。当然呢，看看这一局呢是3颗气，这个优势很大。6比8之后呢，河池应该是，如果再被拉成6-9的话就不好看了。所以说这一局呢，仗着自己有3颗气这么强大的优势，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的千鹤逼到角落里逼死。回身一刚，跳臂有8个阵，好的，倒地不受身的话肯定是要被震的啊。下臂再跟，不敢刚 CD， 就这个位置不能刚，他发这个影子确实是发到身后的啊。不是说不能刚，应该说啊，河池也想刚，就是不太敢。这个跟你确认没关系了。后跳地反摇臂一个阵，责不责？刚才如果直接抓的话铁死，但是他不太敢，还是选择了一个后跳地勾对方前拉。这样的话是一个7比8。刚刚的2连胜，灰灰呢也是没有把握住，比分再次的缩小，也是劲儿了啊。看看巴赫门的节奏，那2个8神的话呢，其实。灰灰呢啊，现在总是会吃亏。你看综合起来啊，这是打到第16局，看看这一局怎么样。空防一点，小花这个灰灰开始打进攻。哎呀，这个抓效果不太好，被抓住了一个小5连，下臂站 A 前跳 C， 再打要破防，再来一点。哦，要破防了，这颗气儿要用了。选择起身压葵花2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灰灰刚才可以选择一个后能量闪身的哥哥啊。他如果打后能量闪身的话，刚才第2式葵花肯定是要吃亏的。下重手有点乱动，左右一个掏，发波一点。这个下重手这招有的时候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使，抓过来直接必杀了。河池也是尝到了8神的甜头啊。如果每一次都是让这个灰灰的8神都是刺挠的啊死了，那对于河池的8神来说呢，绝对是就是心理上都是很占优势的啊。葵花一点 ，AB 闪身啊，哈哈，我已经猜到他要干什么了。咱们看这个8神啊，这个逼装的爆气反跳，然后百合哲重手前一手直接出8智女，这是一个超级的必杀啊。一丝血，看看跳，哎呀！直接被抓，然后没有气儿，大猪 AB 闪身，前再次的一个抓，还没有气儿的话要被磨死啊！前跳地，太嘚儿了啊！你看看，虽然我觉得这事儿忍不了，你看这个逼装的爆气反身位百合哲，他爆气之后呢是一个下蹲起来，然后反跳，爆气蹲起，然后反跳。反跳百合哲呢，重手前一手接必杀，这个逼让他装肿了。很多人说他这招到底合不合适呢？我说句实话啊，是合适的。他为什么就如果要是原地跳 C 重手前一手接这个葵花3式的话呢，其实并不靠谱。他如果要是说百合哲，如果能百合哲到对方影子里面，重手抓过来，重手再抓过来，给这个重手接葵花3式也可以。但是对方是大猪，所以说呢，刚才这个招式呢，不是他装逼啊，装逼是一个层面。最主要是刚才那种招呢，还确实是合适的。看看7比8之后。这一局河池又是占据了优势，8神如果每一次都像这样的话呢，绝对是没说的啊！骗闪身下手助词，直接飞身前跳过来下手，再次的一个助词，比分来到了8比8。2个人打的是真快啊，真的是真快啊！来看看这样的话是灰灰呢，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8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巴赫门对巴朱赫。这个灰灰自己的8神不行，大猪呢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压不过对方啊，所以说看看这种情况下，跳地抢空后拉一点，
前跳 C 重手，葵花3式往前压，原地起跳，一个波要打破防啊！好的，马上一个空防，灰灰就是关键点，他知道怎么回事。就如果就算是空防，就算是破招了，他在空中被破招无所谓，他顶多在空中被打1点，然后一个团身，2个人同时出指人头。最终呢，系统是判定给了灰灰。不过这一个重手接必杀呢，并不能把这个和石打死。看看站地一脚，回身一刚，发出去漂亮！这个波直接一个穿透效果。以后发波不好使，这有点类似于像刚才那种千鹤打下重手的感觉了啊！你发的一瞬间波没碰到你，你刚发出去，哎，波碰到你了，还是一个 counter 的血量啊！来看看腿瓣一个转，葵花1点。AB 闪身后影跳地，真是靠谱啊，猛的要死啊！但他这个跳地呢，明显是为了抢空的。河池明显他这个跳重腿，如果要是说反应速度快一点的话啊，他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刚才这个位置啊，打跳重腿，空中出判定出的太早了，出了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肯定是要吃亏的。回身一个转球 ，CD 再出转 ，AD 闪身下重手再刚，哎，这一下。好的啊，千鹤并没有跑起来打下重手，而是选择用这个助死，一顿摸 ，AB 闪身大铁链子勒了3点，站地一下再往前拉，前左右一个，这可以打投技啊。但这个投技的话呢，如果对方是蹲姿的话，一般这个1线高手或者说是 S 级选手啊，应该是能拆头，所以说刚才那个打投技也不靠谱。这一局的话呢，灰灰呢8身尽管不行，但是大猪呢是绝对给力的啊。来朝天脚，再往前朝背刚，慢慢晃，大门切一顿切啊！战臂跟反偏 CD， 朝天脚再跟头上扶，好了，这个头上扶点打的特别极限啊！大门看看怎么去找机会，一顿跳 CD 转球，哎，能量闪。他选择了后能量闪打蓝之山，这个应该是很极限，一个不小心被打出 counter 了2连转，那就不好了。空防1点后撩踢，抢抓的话不合适，千万记这种情况下千万要记住啊，不要盲目的抢抓。如果你能踢中1脚的话，最好还是先踢1脚，然后稍微靠谱一点。看看大门现在唯一的劣势就是没有气儿傍身，站臂一脚连续的往前踢，跳臂一下回身，能量一闪，前24型跑抓。但是距离不够，看看灰灰现在占据的优势啊！助词1点要打懵了，下手再跟大门能不能抓住一个天地反的机会？这都是非常奢侈的。你看，你可以看到大门就是要不就给你相杀，你也没有气儿，反摇臂被踢，比分来到8比9。灰灰呢一直都是在打比分的啊，这个领先这个河池来使劲儿的。你就算把比分追平，我也是马上要领先你。所以说看这个走向呢，灰灰是占据一定的优势啊。到目前为止呢，他最起码啊在前面1比4、5比5、6比5、6比6，然后打到8比8，以及到8比9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灰灰就是怎么地啊都要这个拼一步。但是呢，作为8神来讲呢，他最近发挥的确实不太好啊。综合发挥，跳臂下拉远距离。下轻手直接出葵花3式，然后呢看看怎么前跳压制一个波，空中一抢，掏裆手一下再往前一根再掏要晕，直接抓的话晕点应该是没有了，所以说选择了一个重手接8智女起身压跳 C， 看看怎么个情况，跳 C 过来重手发波，这个后闪身，请问灰灰是怎么想的啊？请问他是怎么想的？懵逼的节奏啊！来看看大猪。一顿前跳，后跳 CD 顶过来 ，CD 一个转球有 counter， 再前跳地8神后漂亮，这一次下臂起手，河池又是就河池8神一战优势，我觉得吧，他就确实是能把这个比赛 hold 得住啊。AB 闪身站臂，好了，出一个小葵花3式，前跳 C 跳过来一掏，腿瓣1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8神出下重腿了啊。第3是一根葵花一刚，最后一丝血直接起身转球。大猪呢啊，我觉得灰灰这个转球这个发招毫无征兆，他随便的一个电招就可以出这个转球，也就是意味着他这个转球速度非常快啊，手速非常快，下重手助子，这肯定是要摸你。前跳地过来，下盘起手，落地直接被抓。面对一个下手助词下扣就能死的大猪呢，千鹤其实现在心情还是很压抑的啊，很难去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回身一刚，远距离发助词，好的。
下重手，这种情况不敢轻易的出助词，因为对方能量闪啊。回身一刚，前前转球，打2点，这是一个小0点转球。千鹤，哎，这个顶门一针发的很有创意。他没有想到啊，我感觉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灰灰打转球之后呢，起身时间第一时间啊，居然是后跳，然后被打中一个顶门一针。回身一刚，再打回来，护刚一脚啊，真是醉了啊！下重手再顶，顶门一针，好了，下盘起手一刚，回身再你看，就千鹤跟千鹤打就是刚 CD 啊。当然这一局你可以看到，刚完之后呢，灰灰很聪明。他的这个互相反刚这一局呢，他没有选择起身这个刚 CD， 而是选择一个重手先打落地，然后马上就一个前庭跳 C 拉制，所以说这个拉的这个节奏啊非常好，和这个耳蒙。但是这一局一个震左右前跳地，下盘起手空中跳地抢后要抓，漂亮一个爆气。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还是一样，跟刚才跟前几局的某一局有点像，就是一个爆气是最稳的。这样两个人在第18局的时候打成了9比9平啊，真的是非常的嚣张，两个人9比9，99重阳啊，俩人都是揪住了。谁先获得10分，那对于心理素质上也非常好啊，毕竟抢15的比赛，先获得2位数啊，你懂的。来看看下臂摘，跳过来一顶。哎呦，这个跳抓灰灰有点失算了，很少能发现他怕这个跳抓的啊，很少能有这样的感觉。看看跳地，这个没有抓住萧峰啊，灰灰一下子就吃了大亏啊。如果能抓住萧峰的话，那绝对是没说的。看看这一局。连续几局数局啊，就算是灰灰翻盘了，也都是自己的8神输。所以说河池的8神啊，很劲儿啊，就感觉很有劲儿。这种感觉啊，大家伙儿可能也没法去体会啊。看看轻手再次的一个摸死的话，怎么个情况啊？一个千鹤的2发。扣过来，哎呦，这个升龙打过来之后呢，看看 CD 但我想问一下，灰灰为什么总想点这个 CD 啊？他这个 CD 我感觉他就是想，他这个是要刚才这个是要这个刚 CD， 但是刚才那个 CD 绝对是要打对方的下重腿，应该是要打下重腿的，可是哪有那么简单啊？下盘起手背刚，腿把一扣。好了，回身再推啊，一顿推的节奏啊，助词1点前 AB 闪，不用 AB 闪。这个位置呢，如果是指令头的人是铁要 AB 闪，然后抓一下。但是像千鹤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用这个助词，然后揪住啊，绝对是可以这样的。好了，空中一抢，远距离，再打助词1点。你看啊，他这个确实是啊，在判定冲突上呢，我觉得两个人他掌握的理解概念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个下重手判定高，有人认为助词判定高，所以说在拼这种情况下呢啊，这个千鹤的风格就不一样了。刚 CD 一个朝天脚，前跳落地虚晃，这有点像那个骗 CD 的感觉啊，但是没有骗成功。后前跳 CD 拉空，回身再刚打，哎，这个捡破烂。这好的，他后续还能抢点，但是这个捡破烂看起来怪怪的。一个震过来捡起来，河池胆大心细啊！这一局直接站壁踢死。这一局大门非常帅啊！你看啊，一个常规的进攻型 bug 阵，直接就是捡你，他完全不考虑灰灰的感受啊！就是灰灰他倒地受身的话呢，灰灰还怕被对方抓，有的时候吧，这就是心理上的博弈了啊！如果说我倒地不闪身，那你抓我，你捡我，我认。但我一闪身，我被你打天地反，然后无限的重复，还不如被你抓一个那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拼这个节奏的，拼这个心理素质。河池呢，就明显就是老娘跟你拼了啊！为了先拿下这个10分的这个优势，也是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啊调整到这种就是激进心态。好了，来看看这一次的抓，确实也是比较欺负人啊。
百合折再勾，他勾的啊，这个有点扯犊子了，有点啊，欺负老实人的节奏啊。看看跳过来，下盘起手。哎，你会发现啊，这有的时候这个灰的八神啊，这个获胜了之后呢，他这个要么就1v3，要么呢就没有什么后续。而且你看，他是一个比较铺张浪费的人啊，这个气儿有的时候掌握的不够好。灰啊，你看这就有别微灯了，有点啊。看看祝词一下，远距离怎么个情况 ？AB 闪身前跳 C， 下盘起手一个杠。跳过来腿把祝词下扣，哎呦，这个必杀 ，fuck， 这怎么还？按理说应该是打死，我感觉打死是比较靠谱了，但是何池，踢了一个轻攻击，灰有意让他还一个重攻击啊，但是我觉得打死其实打死是最牛逼的啊，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说用什么招打死。你说是废气儿打死还是怎么打死？如果说废气儿的话，我觉得也都差不多吧。你看那个千鹤，如果放一个必杀，然后打4点重攻击，那血量也是非常多的啊，那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样子。回身一刚，下盘起手前跳过来，漂亮！这是，哎呦，何时要拉开？漂亮，直接打晕。这哥哥，这逼是装揪住了啊，你懂的啊。好了，看看这样的话怎么个情况？一个11-9，灰这么占优势啊，已经是领先2分，但是一下子让人打出了一个领先自己2分，并且是连胜3局的一个小高潮，就有点不太好整了，明显是不太好整了啊。前一个掏，漂亮，连续的跳 C， 有的时候你看压制起来，大家伙儿都喜欢用跳重腿，这个跳重手有的时候压人压的啊，他特别恶心。压你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打点低，他打的低一点的话呢，然后就可以迅速的再压制，因为你有一个防守的一个僵直，这点呢啊，确实是有点欺负人。很多咱们普通玩家就是不知道这个什么低一点的打这个跳 C 的安全判定。你比如说这个跳 C 打的最低一点的话，一般人刚 CD 都不太靠谱。11-9之后，何池绝对是再次的获得了这个优势啊！前轻手2点摸3点，前跳 C， 跳 B 抢空，原地起跳空防。感觉何池，你看他这个粘性还是比较不错的。左右一个掏，其实这些掏当手都是带抓的啊，都是为了要抓啊。AB 闪身，前一个掏跳 C 的卡空，这个波发的是打对方后跳的，这是打这个大柱后跳地。如果打后跳地的话呢，坐地不死可以接上必杀，或者是接上葵花。刚才这种情况可以接葵花了，可是没想到对方前跳啊，那就嘚了。回身一刚。前跳地轻手，再拉一层一丝儿，这点血就懵了啊！前下臂回身一刚，跳过来卡空再刚回去啊！这个你看好像是11-9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好像灰吧也是心里很胆儿突啊，突然间就被对方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尤其是像八神，自己八神刚才好不容易赢了一局，然后又折在千鹤那儿，大门还不好过。这灰这几局发挥的确实不好啊！扣过来跳 CD， 再打待会儿要打成破防点，祝词再扣要跳 CD 了，这好了，反正是不拼也是死。你要是不拼的话，也是一个破防点，然后呢直接扣死。拼的话呢，没准还行，但是呢，最终呢并没有达成这个效果。你看啊，打倒下扣，然后在前跳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低短的 CD， 然后呢落地呢是选择防守，这个就属于安全招。你如果不出升龙的话呢，我跳 CD 可以这个踢到你起身。如果你出升楼，或者说像那种类似于像那个空防的啊，那我就没有判定了，真嘚儿啊！前一个掏，看看跳过来，第3点，这个12-9，何时连胜4局啊，也是醉了。抓过来重手，再跟葵花3世灰
八神已然阵亡了啊！这个灰灰的八神再也回不来了，看不看见？扣过来一下，然后呢前冲落地一个抓小葵花，直接小开3式也行，但是他这么打的话呢，可以为自己多长点气儿。可以看到灰灰真心醉了啊！这一下面对大猪，下轻手虚晃一个刚，前跳 CDAB 傻，轻手连续的往前摸。哎哥，这是什么鬼呀啊！大猪刚才有点愣了，居然选择了一个后跳啊！如果要是这个前冲的话，然后能量闪身，虽然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虽然说打不了什么疼的招，但是确实狠啊！连续的前跳地站壁一个抓，应该是正好摔死，正好啊！你可以看到跳地，然后再跳地，站壁的时候呢，八神明显是出招，被打了一个 counter 啊！看千鹤这一局的话，走过来左右下重手接转球啊！他这如果不摇转球的话，千鹤肯定是要这个下重手接助词，就算你下重手后前手也不行。顶门一针下盘背刚。一顿斗，你看灰灰特别喜欢刚 CD 啊，这个刚 CD 就是灰灰的灵魂，看没见啊？就是一顿神刚啊！前跳 CD 再打回来，腿把漂亮，这又是跟之前有某一局挺像的，但是这一局呢是没办法，他没想到落的点这么尴尬啊！本身下重腿就可以打中这个逆向判定，回身一顿勒。但是河池拆头的技术也是非常快啊！前跳地盯一点，最后一丝血，后跳地再后拉。你看这个连续了2个后跳地啊！现在打千鹤啊，打千鹤和八神后跳地非常好使。打大猪或者说大门的话呢，用这个后跳 C 比较好使，就是赖啊！跳来跳去，朝天脚一根，最后一丝血，这个扑地纯属扯淡啊！前前跑抓，这个应该说啊也没有必要。踢死也行，反正呢都是为了长点气儿嘛啊！什么招都是能长点气儿。看看这一局面对千鹤的话，一个没有气儿的大门，现在心情并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乐观的。千鹤爆气，开始打防守反击，双助词，下重手打这个，你看他压的助词为什么这么稳？就是他压助词的时候呢，这个判定点特别好，打僵直特别好。收招的一瞬间，基本上都是抬手的一瞬间出判定，而不是刚抬手的时候就有判定，不，而不是抬手了之后才有判定。它可以调节这个判定点啊，打的这个人身上哪个位置，比如说前点、中点还有后点，或者说是眉点，打到对方身前抬手了，但是呢对方没有防御的姿态，没有防御的判定，这个是很恶心的啊。12比10，这一局应该说千鹤啊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没有让大门呢啊这个获得这个什么太好的机会，而大门从头到尾都没有气儿。来看看2个八神，第3式。他这个第3式葵花的时候，你看反应速度快的人可以选择用这个下轻手。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大葵花第3式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用站重手去挠。但是现在想想啊，多扯呀啊！用什么招不比站重手好？那站重手那能打多少血？用下轻腿什么的啊比较靠谱，或者说你大不了你就防住，那不更好吗啊？跳过来下盘一点，灰灰已经好多局八神不行了啊！这一局呢优势还算挺大，重手葵花3式，好的正好打死，正好啊！看看面对千鹤，好了，千鹤呢现在也是没有气儿，哎呀，一看到没有气儿啊，总觉得这个心里面，你看灰灰这个刚 CD 都已经在欺负老实人了啊，就是欺负你。落地升楼，千鹤下盘虚晃，腿把你看就是用自己的长处啊，这个腿把踢的特别好。你想发助词不让你发，压住你之后呢，就是我一直在打你，而不是你在打我了。AB 闪身下盘哎哥哥。你这个升龙摇的，你其实这种情况下接必杀是最稳妥的啊。你摇升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那个手法啊，和老二这个手法呢也不是，你看，所以说啊，就是所有人啊，这也不是说他是高手，他是 S， 他是什么一线点，就一定是手法好，关键时刻一慌起来啥也不是啊。一个波 AB 闪身空投一摘，
这个是随缘阵，咱看灰灰也是有点扯啊，他是选择了下轻手，前轻手出葵花，但是呢前轻手没有出，前手第二是发波，行啊，浪费一颗气儿，能浪费一颗气儿的话呢，真是没谁了啊。12比10之后呢，灰灰是一个1v3的局面，大猪呢是2颗气。那肯定妥了啊！那这样的话肯定是妥了，不跟你扯那个有的没的，没有用啊！连续的跳 C， 站壁确认，后拉这，哎，漂亮，打明显激了，后拉2不激了，不会打了，就只能前冲了，看没看？只能前冲了，头上佛，再投一个双点阵，然后前跳虚晃朝天 ，AB。没有打闪身啊，前一个抓，直接被抓死，12比11，看得出来啊，这个灰灰还是针对于咱们这场比赛呢，还是怎么说呢啊，这个前劲儿呢非常足，中间呢确实在8神上啊一直在吃亏，但发现这2局呢，虽然说这个第1局不咋地，但第2局8神啊确实回来了，他只要能赢河池的8神，自己还剩下半管血，那么打对方千鹤的时候呢，灰灰就不是很害怕，因为毕竟呢自己是用千鹤的行家嘛啊，所以说他玩起来呢自己心情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看下轻手出葵花3式，前跳落地一个抓，河池这种进攻8神又回来了，百合车民工发波1点空中一抢，空中看看再前跳 C 过来1点掏裆，前跳过来逆向，后跳地再找这个机会，下盘屈晃落地再抓。看来这个灰灰还是差点劲儿啊！看来还是差点劲儿。他这个8神怎么总是昙花一现的啊？一个不小心给人1v3了，或者是1v3局面了，然后第2局就揽闲子了啊！那也太嘚儿了啊！跳地落地一个抓，大猪这个看了看样有点发飙啊！回身一刚跳壁挥空，啊，这是什么鬼啊？灰灰是如果要是说正常打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站壁铺地，然后进行压制，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好。第1世界第3是跳地抢空，空中一抢，再次的指定头，但是好像没有死，一丝血 AB 闪身站壁，8神择了个大葵花，然后前跳过来逆向空防，再前跳。咱们看看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想抓的时候啊，其实人家已经摇了，但是摇压键看起来不靠谱的一瞬间，马上确认出跳壁。跳起来压制什么之类的，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啊。轻手过来，腿瓣一刚，底盘前冲过来逆向，连续的往前踢啊，腿瓣再转球1点后前，千鹤这个判定点呢掌握的还是挺好的啊，比较安全。大猪现在没有爆气的意识，一个破防点之后呢，再看看怎么跟。回身一刚转2次球，把气儿长满，这招是跟那个老 K 学的啊！别小瞧那个原地空转的2下，原地空转的2下真是太狠了。你看大猪这个长 CD 啊，刚 CD 都能长一点气儿啊，你想想多赖吧！下手助词一飞身，前跳地回身一刚，好的 AB 闪一抓，而且时间现在最后一点血 AB 闪身转球，前跳时间，好的。最后呢，在时间的压力之下呢，还是河池的千鹤啊获得了一点点优势。这样的话呢，是一个2颗气的千鹤面对小半管，这样的话扯了啊。来看看，在前跳重手一摸，腿瓣一下。哦呦，这个升龙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升龙，他这个升龙属于什么呢？就是角落的时候呢，打后手判定，你出招克我，我从底下薅你，薅油根啊，确实挺赖，但是没有什么卵用。看看这一局2个人到底是打成平手，还是河池呢再进一筹，谁也不知道。顶门一针过来，回身一刚，大门前重手一摸，哎呀，千鹤这个好赖啊，他助词的话是把人打倒。他把人打倒的话多恶心，你觉得啊？你不觉得很恶心吗？发影子，直接下扣人家起跳，待会儿要破防点，没有把握住，再连续的往前呲，下重手助词下完了，这一下扯犊子了，助词前2次行跳，有机会，大门有这颗气很重要，
站臂一点，重手一摸，再前啊，这个前跳地我看着都疼啊！被一个原地跳中腿，千鹤这个高跟鞋，你看他跳中腿太远了啊！你瞅瞅，他这跳中腿明显是这哥们儿练瑜伽的啊！就他能把自己的腿把自己的右腿掰到自己左耳朵那个地方啊，就明显就你们想象一下，把自己的右腿掰到左耳朵上，你说是不是太赖啊？两个人打成了双12。腿绊儿，对，这种情况下接腿绊儿是最靠谱了。中葵花2点，掏当手有晕点，灰这一局要爆，直接打晕。眼瞅着晕点在身，然后又是被在没有气的时候被对方一顿这个打破，这个打的要破防，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明显就已经没招了啊！一个波，这个跳地还在忍，那明显就已经扯犊子了。出升龙还不敢出，这个人这个心理非常矛盾啊！一个波过来，原地起跳被刚啊，不是被破招。站地一脚腿棒，发波一下，看看啊，这个八神现在感觉灰这个八神一旦到这种情况下，心里就是有底了啊！这不送死吗，哥哥？重手前手接葵花3式，然后1点前跳 C 有晕点在身，直接打晕升龙。出葵花也可以，就是为了多长点气儿啊！您看给人打倒之后呢，葵花能压2式，但是呢，他明显就是无所谓了啊！看看面对大门1v3的局面。发波一下2点，一个暴气站地，前2次行一个握是啥意思啊？下臂1点，空中抢空，腿绊之后呢，再左右再腿绊轻手拉1点，直接一个葵花2式，朝天大交再发波，重手确认，这样的话一个打晕的局面，哎呦我去，这逼！这俩人是一个比一个能装啊！一个波之后啊，这个小黑光啊，这个就是黑光定屏啊，12比13，灰再次的反超啊，绝对是醉了啊！看看这一局，灰继续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8神优势局啊，感觉是后来这几局你会发现他8神又起来了。这个人喜怒无常啊，人家说喜怒不形于色，这逼是喜怒就是形于色啊。明显就是人家说啊，以色视之啊，色衰而爱弛，这人就是啊，管你迟不迟，我就是何迟啊。As we can。明显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哥哥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说这句话呢？这句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As we can 是啥意思呀？啊，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就是菊花一顿养呢？啊，这个真是没谁了啊！激情四射啊！整个室友每到半夜12点的时候，总是会恬不知耻的说出一句话 ：As we can 啊，就这种感觉。好，宙斯飞身，远距离过来。下正手腿绊，下盘3点，直接一个步战，下重手一摸，腿绊过来助词下扣，这个下扣连我都不信啊！其实扣的一瞬间，对方在挡的一瞬间，对方已经咬指睛头了。所以说玩大猪这个人很累啊，很多人都认为大猪很简单啊，就是跳来跳去，对吧？其实呢有好多，你看又吃亏。本场比赛已经有3次吃亏在下重腿上了啊！这个下重腿太近了，多嘚儿啊！太嘚儿了。看看跳地这一点呢，其实千鹤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千鹤呢这个跳重腿呢，其实是最不常用的一种。但是有的时候突然用一下也，你看千鹤用抢空比较多的是跳 C。然后呢，原地起跳 C 跳地都有，但是前跳重腿你会发现比较少，很少有人用啊。左右跳 CD 发助词，看看再找啊。左右再找机会，站臂一下，踢一脚之后再跟。好的啊，这大门现在心情也是啊，非常的这个。
怎么说呢？有气儿使不上啊，用不上劲儿。如果这一局再输的话啊，那何时就有点危险了。下重手被骗，好在这个祝词打的节奏不是很好，回身一个时间还剩下8秒钟，对于何时来说非常的占优势，但现在没有气儿傍身，朝天脚破防完了个擦呀！好恶心呐！千鹤就在这个。千鹤啊，他真是太嘚儿了啊！这一下啊，这一下，这何池恼火了。这一局原本是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应该是会掌握到一个优势，但是就靠时间获胜。但是没想到这个破防点，刚才还不如一个后跳空防啊！如果要大门后跳空防的话啊，那就好了啊，那真是没谁了啊！来看看现在是巴赫门，然后一个这个3连胜的局面。如果说是一个3连胜的话，那么何时就能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咱们看一下这一局的话，跳来跳去，后跳第一蹬，远距离往前拉，漂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哎，前轻手啊，有点贪，但是可以理解。后拉一点之后，空防一下。远距离原地再蹬一点，前跳递过来，重手掏一点之后呢，往前压，下半击手是呢跟葵花30，然后再往前一顶，这个不行了，感觉何时好像八神后劲儿不足啊，不能把灰灰压晕到压死，就让这个灰灰抓住机会。你看这是一个小4连，前冲跳 C 原地起跳地蹬一点，再次的一个前跳抓，而何池只是盲目的在往后拉这个操纵杆。就是一下子啊，就让自己呢这个陷入到了这种防守危机啊。好了，骗腿把，祝词飞身，虚晃再打，有晕点一丝儿，但是这一点血无所谓了啊。看看回身一防，空防一点，下重手一顶一丝儿，顶门一针是真身，祝词下扣一点再跟。现在你看面对一丝儿血的八神千鹤，有时候心情挺压抑的啊，确实挺压抑的。来看看这种情况下是12比14，何时呢？千鹤还算是给自己赢得了一个机会，要被打一个打一个轻攻击也行，确实啊，打一个轻攻击，按理说大猪的轻攻击就差不多了，打一个重攻击有点欺负人了啊，因为那个本身还费了个气儿，跳地飞空，然后呢马上是出一个抓 ，AB 闪身前想出抓的一瞬间被升龙打回去。腿瓣一点发入词背刚，看看再找打回来，连续的切防，看看这真是没谁了啊！左右回身再推一点，腿瓣转球，升龙一下，漂亮！这个跳地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大猪就可恨在自己啊！如果再有一丝血，哪怕再多一丝血，他也不会是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一局的话，灰灰离胜利就剩这一步，能不能抓住机会？已经连胜5局了啊！飞身下臂背刚，远距离左右闪身过来，再次的打回去。看何时也是跟你拼了，他只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千鹤啊跟对方拼，把对方千鹤拼成一丝血，效果就会很好。AB 闪身再反刚。不过何池这么打呢？如果一旦失败了的话啊，他就不太好了，因为自己的大门没有气儿，没有气儿的话呢，面对灰灰就会非常的不合适。开局跳地打中一点，轻手一摸，2字形想要跑抓，空防一下，朝天脚踢得很转，再打祝词，站壁一脚轻攻击，最后一丝血啊，这一个重攻击就能摸死啊！看看给不给这个机会，要跳 CD 完了，这一局和了啊！这颗气能不能打出来？好的，刚出一颗气，刚 CD， 反而是让灰灰不太好办了。跳过来虚晃，直接站壁。确实啊，确实是急眼了啊！1314，明显就是5211314啊！这一下的话，灰灰也并不能稳胜，因为刚才本身啊，这个对方的这个千鹤啊也看得出来，也确实是用劲儿、用心了啊，所以说不好打。这2个八神，何池跳 C 葵花2点一撩，远距离
空中抢空，前跳落地，再次的一个抓，滚不过来，重手接葵花3式，然后呢再前跳 C 站 B 重手，有晕点，抓啊，又是吃到了一个空防的亏上，感觉河池吃这个亏吃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啊！原地起跳，葵花1点，空中再跟，一顿这个飞脚啊！这个游戏叫飞脚传奇，记住了啊！回身一刚，再发波1点。漂亮，再刚1点，左右一个站 A， 这一下扯了啊！感觉好像这个灰灰呢，有的时候他这个确认点啊，就是有点太自信，他就怕对方懵啊。有时候对方一懵的话，他就不落入他的圈套了，瞎懵了就是开始啊。原地起跳再掏，这一局有1v3的局面呢，要打晕，然后百合折重手前击手直接葵花3式。刚刚好靠谱，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跳地原地起跳掏裆手，轻腿抓过来，晕点一直在身上，所以说就这一下啊，也是让灰灰吃了大亏了。这是一个1v3的局面 ，AB 闪身直接横移小葵花3式 AB 闪身再前跳，这个前跳 C 如果打对方落地下轻手的话呢，一个抓过来的话就铁晕的啊，肯定是100%会晕的。跳 C 踢一脚，葵花一刚，左右跳 C 一好的。何时也是知道自己啊能刚 CD 绝对不啰嗦，下臂1点站地，后拉之后再跟小葵花1点往前拉，好的是一个非常有节奏的3葵花，发波1点空中抢空，但这个站 CD 呢明显是被晃到了，落地的被打了2个下轻腿。看看接下来呢是翻盘，我觉得不好翻了啊，这个确实是没法翻，怎么能翻啊？下重手助词，下盘起手被刚，远距离怎么顶？前跳 CD， 好了，嘎吱窝一下破防，哎呦，灰灰这一局，但好在打不晕。这个灰灰这一局真是爆了啊！但是呢，可惜啊，还是血太少，加上对方就算是打死对方，还有个大门，两个人打成了14比14。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获胜呢？就不告诉你，哎，就不告诉你，哎，就不告诉你，多嘚儿啊！好啦，14比14之后，看看面对对方，空中一拉，葵花1点，感觉这也是就是28局白打了啊！传说中的28星宿啊，这金木水火土日月啊，这28星宿啊，全都打没了，就剩最后的一个了啊！跳地过来 ，AB 闪身空中一抢，这一局你看，这一局打的跟哪一局都不一样啊！两个人真的是绞尽了乳汁啊！跳地抢空，下臂站 A， 回身一刚，小葵花1点掏裆手，下臂下 A， 下臂下 A 呀，哥哥！下臂下 A 的话，刚才就死了。他还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下臂能打中人，时间会给我答案。最终呢，何止还是选择用一个刚 CD 把对方直接刚死。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能刚死的绝对不要再吝啬。有的时候吝啬啊，就很多人说有人浪费和吝啬到底是不是反义词啊？我想说啊，不是啊，他俩完全是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意义。腿绊一下。河池，对方连胜5局之后，河池爆了，连胜2局这一局，而且八神还非常嚣张，能不能打成1v3的局面啊？看看这一点残血的八神切方，腿绊一个大葵花赌招，看看前手怎么压，跳地抢空，原地起跳 ，AB 闪身左右啊！这要是个萧峰的话，这要是个萧峰重手接八智女，那就绝对靠谱了。腿绊一刚，3颗气的八神。1丝血的八神，看他怎么办？这一局按照局势方面上，灰灰看来是要跪了啊，绝对是要跪了的节奏。跳 CD 卡过来，回身一刚，1丝血，哎呀，最后摸死了。这个一丝血加上最后1秒啊，也是醉了，反正是。看看千鹤的话，一个残血大猪，先手摸死，助词过来。左右打助词跳 CD， 灰灰这点残血的蜡烛能不能抓住1点？这个效果 AB 闪身2点直接升龙。这回灰灰学精啊，不是这回何止学精了啊！
他知道你是大猪，他不用打下轻手了。就我下 A 两个下轻手接升龙我不会，但是我一个下 A 一个站 A 接升龙我就妥了，稳呢，对吧？这个好练呢。祝慈发过来，前跳 CD 回身一刚。现在呢，何时就是没有气儿啊，这点不太好。祝慈下扣，顶中1点，腿绊一下，远距离再跟。下盘起手，这个 CD 骗的，哎呀，灰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居然是摸了一下就，对吧？我吃了根冰棍就走了啊，这太嘚儿了。破防下重手，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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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有点发懵了。你看啊，何时一直被角落里压制，祝慈。再顶破防，你看下轻手破防，然后下轻手下重手破防助死，直接抠晕。这样的话呢，比赛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何时就是刚才他千鹤死的最冤的，不是说死了啊，就没给自己的大门留气儿，这个是最冤的。后闪身，何时现在明显心理上受到了影响，但是比赛谁赢谁输，咱们还犹未可知。必闪身下盘起手，前跳地落地蓝之山，哎呀，距离太远了，没有出。回身一刚前站臂一脚跳臂拉回臂闪身投进，完了没有气儿，被扔进角落。现在心情很压抑，后果很严重，一直往后走，还剩1/3的时间，站臂一下还有机会。这颗气儿啊，最后跳臂被祝慈直接打死。这样的话呢，一场抢15的剧场版来自于何时和灰灰，最终呢还是灰灰啊以一个超强的千鹤翻盘。这个15比14作为灰灰的胜利呢告终。应该说啊，何时最后也挺可惜的啊，也是确实比较悲剧。那么下一场比赛呢，就是来自于咱们正气和包王的第2场比赛，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第1场纯属是娱乐啊，第2场就是见真章了。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小狼，咱们下期再见。